Hello， 大家好。之前发的关于3万多块钱人民币买了这栋房子，收到了很多评论。看起来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钱。比如某天凌晨，我打开手机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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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了好多条连续的评论，一打开发现都是同一个人的关心。2点36，他说：“那你想多了，5万买，每年的税、修房子的基建和水电煤无底洞啊！笑笑笑笑，恭喜楼主入了日本北海道的坑啦。”2点42，他说：“艾玛，你可算清楚账啊！”谁是艾玛？我不叫艾玛。房子5万买，每年维护可能比房价还要贵，每年轻轻松松10万8万的养这个房子哦，哭哭。然后咔的附上了一张 ChatGPT 的截图，大概就是 ChatGPT 来估算这个房子每年的一个成本。2点45，他说找人铲很贵，自己铲不过来，雪太大，天天下，还容易压房顶。2点47，他说一个铲雪，一个取暖，都是大头支出，放心吧，冬天铲不过来的，还必须要铲，不然房顶压塌，水管冻伤。铲雪跟水管没什么关系啊，就算是铲了雪，水管还不是会冻伤，铲雪又不能改变温度。2点51，他说就这种1981年前建造的一户建是不符合新耐震基准要求的，木质的房子夏天要防白蚁，冬天要防冻，铲雪维护成本比房价高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大爷5万也卖的原因，因为每年花的比5万多了。2点53，在一个各种税交到你怀疑人生的评论下面，他说同意，哎，不入坑不知道多深。紧接着他又回复了自己2点51的评论，说做民宿还要加固，还要防火，林林总总的一大堆花钱的地方。我的视频一共才1分47秒，他整整待了17分钟，甚至第二天下午的3点16，他还在我的视频下面勤劳地告诫其他网友不要自欺欺人。上一个这么关心我的人还是我妈。那我们说回正题啊，他说的这些究竟是不是真的呢？或者说哪一部分是真的，哪一部分是假的呢？我们一条一条看哈。首先呢，关于固定资产税和都市税。固定资产税呢，是政府每年对土地、房产或者其他的固定资产所收取的税费。那关于这个税是以一个什么基准算的？我看到好几个大哥说是按售价算的，怎么可能啊，大哥们？一个很简单的反推，如果固定资产税是按售价算的话，我把我的资产以0元的价格卖给我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再从这个朋友手里以0元的价格买回来，我是不是这辈子都不用交固定资产税了？法律会有这么大的空子给你钻吗？你当制定法律的人都是傻子吗？ OK， 那固定资产税究竟是怎么算的呢？那通常呢，固定资产税是按照政府评估的你这个资产的价值来算的，每3年会评估一次，所以3年一次更新。那这个比例呢，我查了一下，通常好像都是1.4%。这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购房时候的费用明细。那在这个不动产登记权利情报里呢，我这个房子的土地是395平方米，然后建筑物1阶是97，2阶是44，地下那个车库是26。它的政府评估的课税价格呢是土地127万8千块，房屋235万2千块，是不是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土地其实只占了1/3的价格，这个年龄45岁的老房子，它其实占了2/3的价格，它还挺值钱的。那按照这个363万的评估价格乘以 1.4%，363万乘以 0.014，5万。那实际上的固定资产税是多少呢？这里有一个清单，实际的固定资产税是37300，都市计划税是8900，所以实际上的固定资产税率好像是1%多一点，比1.4%要便宜，无雷系。OK， 那回到刚才的那个东西好乱。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你买一间70万日元的房子，你的一个付款流程是怎么样的？首先你要付一个首付金，相当于定金的东西。那这个首付金的价格呢，一般好像是10%到20%。我当时是跟中介商量了一下，我说我就给5万行不行？中介说好，我就只给了5万。嘿嘿，然后呢，成交的那天除掉首付金的5万，你还要给尾款的65万。然后呢，固定资产税和都市税的精算金，它是按照你成交当日算你今年占有这个房子多少天。比方说我是6月20号成交的，所以我的负担期间就是6月20号到12月31号，那它就会按照195天在360天里面的占比来算出我需要承担的固定资产税。OK， 然后下一项是登记费用，14万4900，那这个费用呢其实是给司法书士的，不
不是给中介的。OK， 然后我这次的中介手续费我也跟大家说了，我这次中介非常的好。现在大部分中介在受理这种非常便宜的房子，他们都是收法定最高的33万，但是呢，我这个中介他只收了11万，这还不好，这还不好。我每次一表达这种感恩的内容，就会有人在我评论下面留言，意思类似被卖了还帮别人数钱，你给别人钱，别人当然怎么样。我不懂，你如果这样的话，你生命中遇到任何好事，你都可以这样解读，对吧？你就感受不到任何其他人类给你的温暖了，不要这样想，好吧？然后下一项是 inspection， 这个是一个房屋检测的费用，不是强制的，这个是我自己购买的一个服务。最后呢，就是收入印纸袋500块，合计呢除去了这个房屋检测的费用，一共是98万。大家觉得98万买一个房子怎么样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OK， 大会进行下一项，我差点忘记了，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是回应网友说的这些费用。下一条铲雪费 ，ChatGPT 说自己动手免费，外包则按次数计费。0到28800元。然后呢，我记得评论区有个人说铲雪可以自己动手不花钱，这个大哥就说别自欺欺人了，天天铲雪还不住不花取暖费，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那你不住可不就是不花取暖费吗？咋就自欺欺人了？铲雪确实是可以自己动手啊，这里并不是每家每户都会请人来铲雪的。当然铲雪这个事情确实是非常的让人头大，让人恐惧。虽然我去年冬天只是铲了我一个车位的雪，铲了一个冬天，我真的已经累到魂不守舍，我每次铲完雪之后都要回家大睡2天才能恢复精力，然后又继续铲雪。然后我也在网站上查了一下，铲雪的话呢，这边是30分钟收费4500元左右，然后把屋顶的雪搞下来30分钟7000块钱。我也不知道冬天时候一次铲雪要铲多久，这个价格我是真的不太确定。今年冬天我试试看吧，我给大家直播一下铲雪究竟累不累，一个人究竟干不干得来，如果要找人的话究竟要多少钱，关注我给大家直播。 OK， 下一条取暖费5000到6000元。等一下，他这张表是人民币吗？日元的话是4-5万，也就是人民币2000到2500左右。我不知道是 ChatGPT 更准确还是日本人说的更准确，那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今年冬天我的取暖费究竟会有多少钱呢？然后是房屋修缮，老宅年均维修费约为房价的15%，3000到2万加。这个15%是哪来的数据啊？如果比方说这个房子它只是老，只是保温不太好，你就猛花取暖费呗，就猛开暖气，它就不冷了呗。但是如果你受不了了，你说我要修缮这个房子，它太冷了，你要做外墙，你要重新做屋顶的话，可能就要花个500-600万，那你不修缮这些还不是能活着。 OK， 关于这个修缮费呢，还有个评论我觉得有点怪，这位香港的哥说日本有林烟的物业。什么叫林烟的物业呀？这边没有物业呀。我想他应该想说的是林烟的物件，隐藏税项翻新转手水电接驳。什么叫隐藏税费啊？没有什么税是隐藏的呀，税都是公开的呀，你可以查到的。什么叫水电接驳？我不懂香港话，什么叫水电接驳？自费坑到一个点，尤其是税，国内都没有听过的税项你也要交。例如妥善基金就是防止你的旧木屋倒塌。什么是妥善基金？就算房屋倒塌了你也要交，什么意思？我真的读不懂。OK， 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有一个所谓的妥善基金，不管你住或不住，这个房子有没有塌，这个钱都是要交出去的。20年的地震大木屋，想想20年有地震吗？日本20年有发生什么大地震吗？2020年全球确实发生了一些比较重大的地震事件比如在1月份土耳其的埃拉泽地震震级6.7级造成了人员伤亡，还有7月份阿拉斯加以南海域的7.8级地震。我问日本，这纯人工智障。2020年日本并没有发生特别严重的地震导致大量伤亡的情况并不多见虽然有一些地震，但大多数规模都比较小影响也相对有限。好的。然后呢，我就问这个人妥善基金是什么，他说修缮基金，还给了我一个平假名修缮基金，或者老朽住宅改修补助金，形形色色各种名称。然后呢，他说作为一个 UP 影片带来流量是正常，但有很多萌生小白不知情况，应该补充材料。日本有没有一个叫修缮基金的东西？在日本有一种叫做修缮激励金的制度主要是公寓业主每月缴纳的一笔费
费用，用来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和维护。这个人他说的修缮基金呢，指的是修缮激励金，日语里面没有修缮基金这个词，还写个平假名，我以为是什么日语词汇呢。我说这个词汇我怎么没看过？不要张口就来，好吧？修缮激励金是公寓才需要交的一个东西，一户建是没有的。还有老朽住宅改修补助金，你猜它为什么叫补助金呢？那是因为它是政府发给你的钱，它才能叫补助金，不是你要交给政府的钱。OK， 总结一下，我觉得房屋修缮这个事情完全是看个人，你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的房产里，没有人会管你修不修你自己的房子。如果我之后有机会花大价钱修了这个房子的话，我再向大家汇报。下一条，保险费2500到8000，血害、火灾等专项险，这个保险我还没买，不知道多少钱。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是，我这个房子是1980年的，不是新抗震标准的房子，我发现很多保险买不了，所以我现在还在查这种老房子应该买什么样的保险。那这个也等我之后买了再跟大家汇报吧，我现在真的不知道。OK， 最后一项，社区费约4800元，我再确认一下这张表到底是人民币还是日元啊 ？OK， 那我这里有一张之前交社区费的表，你们可以看一下，一个月是500块钱，一年是6000。这个社区费它其实不是强制的，只是它有点类似保护费，你不交的话好像会有一些麻烦。OK， 查漏补缺一下，我看一下它这些发言还有没有我想回应的地方。雪太大，天天下还容易压房顶。我其实问过这个事情，我也很担心，我大概问了好几个北海道这边的本地人，大概的一个结论就是冬天如果你长期的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你开暖气的话，它那个暖气的温度其实是会让整个房子的温度有所升高的，房顶上面的雪就会融化一部分，它就重量没有那么重，不会压塌房顶了。所以那种没有人住的房子，房顶被压塌的可能性会大一些。然后我这个房子呢，之前 room tour 视频给大家看了那个房顶，它不是有一个管子水可以流下去吗？那个管子是有加热功能的，所以那半拉的房顶是不用操心的，有加热功能。然后我就问那个叔叔，我说这半拉的房顶没事吗？他说没事儿。就这种1981年前建造的一户建是不符合新耐震基准要求的。是的，我这个是1980年建造的，所以它确实是不符合新耐震基准要求的。但是其实我有想过了，如果真的地震的话，我直接推开这个落地窗不就出去了吗？木质的房子夏天要防白蚁，北海道没有白蚁，而且北海道也没有蟑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拜拜，我们下期视频再见。